媳妇未过门，表妹横挑刺，暗打鸳鸯毁婚约。这个人从头到尾就透露着3个字：小市民没素质。这婚我不结了，他回国上海，这婚我不结了。好人两头当，表哥左右难，2个女人唱大戏。你走着相声呢？没有，那他品行也不好啊。我没想跟别人好啊。手心手背都是肉，爱情咋过美人关？虽然都是自己爱和爱自己的人，但一定是内外有别的。现在他已经搬出去了，我每次去接他回家，他都是躲着我。上个星期他告诉我他要结婚了，让我不要去找他。 2012年，燕子和强子在老家办了盛大的结婚宴席。2年后，2人的婚姻生活亮起了红灯。燕子对强子提出了分手，并且搬出了小家。强子怀疑燕子另有了新欢。他不要一天到晚瞎猜，我已经跟他说得很清楚了，我们2个人在一起生活不合适。我希望他多想想我对他的好，不要被其他的男人花言巧语欺骗了，回到我身边来。那到底出了什么状况？接下来我们欢迎倾诉人，欢迎他们2位。好，倾诉人强子和燕子，强子压力是什么？说给我们听听看。他离家出走都3个月了，还说还要和我分手。这一段时间我不停地在打听他的消息，想和他详谈。他说他要结婚了，还让我不要再缠着他了。我已经和你说得很清楚了，我不想再和你在一起生活了。就在前段时间，他还打了我，对我实行家庭暴力。那天晚上我正在睡觉，然后他就强把我拉起来，给了我一个耳光，把我打在了地上，打得我头晕目眩，脸都肿了半个多月。我当时差点没晕了过去。怎么回事啊？你知道原因吗？就是因为他偷偷看了我的手机，看到了上面的 QQ 聊天记录，就打我。你看到了什么呀？他在网上填满了这个征婚信息，他还添加了2个陌生人的 QQ 号，和其他的男友有 QQ 聊天。是吗，燕子？是，我是在征婚网上登了信息。你们俩本来处于什么样的关系状况啊？已经结了婚了。我们只是办了酒席，没有领结婚证。我之所以那么做，我是为了故意报复他，我是想要故意气他。哎呦，报复的？你有这样报复的吗？因为他根本就不信任我，和他生活了这1年半以来，他每一天都在监视我。有的时候，我的同事会打电话来跟我说一些事情，他们就知道他的疑心特别的重。有时候打电话过来的时候，一听是强子接的电话，就会立马把电话挂了，怕给我带来麻烦。现在哪有那么多同事给你打电话？接个电话还神神秘秘的。难道我有一点什么小事都得跟你汇报吗？我是你的囚犯吗？他曾经还想复制一张我的电话卡，干嘛去？就是收到那种复制别人电话卡的那种短信，结果他就真的相信了，给人家汇了钱过去，结果上当受骗了，被人骗了1000多。即便有，这也是违法的吗？有时候我出去买个菜，他都要在背后悄悄的跟踪我。你怎么知道啊？有一次我买菜回来，我一回来他就一点都不高兴，然后把所有的菜都打到了地上。他就质问我说：“你为什么出去买个菜还跟别的男人嘻嘻哈哈的？还跟我说你是去买菜呀，还是去卖笑啊？”我当时都被闷懵了，我想了好几分钟，我才想起来，就是因为在菜市场上，然后有个卖菜的，有一个胖男人，经常去他那里买菜呢，然后我们就熟悉了。有的时候见了面，他会开个玩笑，说个话什么的。你买菜就买菜呗，和这个人聊聊，和那个人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难道我就不能跟别人说句话了吗？有必要吗？我不能跟陌生人说话了是吗？什么意思啊？你是阿家和吗你？你说他们来买个菜都来跟踪我，他是有多么不信任我？为什么不信任你呢？因为我们最开始认识的时候，当时我是在饭店里面做服务员，他去那里经常吃饭，然后后来就认识了。我对他是一见钟情，后来就想要他一个电话号码，然后就每天约朋友过去吃饭去，要个电话号，想给他发个信息。他对我是爱理不理那种。后来他主动给我打电话，
燕子为什么刚开始爱理不理，后来又突然主动攻击呢？后来我怀了别人的孩子，所以我就接受了他，我就跟他结婚了。那你怀了孩子，为什么不跟让你怀着孩子的这个人在一起呢？因为那个人我已经联系不上了。那为什么还要留着孩子呢？因为他不承认那个孩子是他的，他说那个孩子不是他的，我就是想跟他赌一口气，我就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证明那个孩子是他的。你们拿生命在开玩笑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这对强子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一直追求我，我就……强子他有身孕这事儿你知道吗？知道有这么个男的，是那个男的不要他了，所以他才回来跟我说要跟我结婚，说我不嫌弃他的话。那燕子有没有说她怀着别人的孩子的这个事情呢？她说她怀孕2个多月了。你还是决定要接受燕子乃至燕子肚子里头的孩子，是这样吗？晚上我想了一晚上，决定后，你当时是为什么这样考虑？因为我爱他。多爱？为什么爱？我可以为你当牛做马。所以你接受了他？对。那什么时候你开始觉得对我深爱的这个女人有些不放心？从他和他同事吃饭的时候，还有买菜的时候啊，然后接个电话呀，还神神秘秘的那种。他一到有电话或者信息时候，他上外边去看去，而且手机还设置着密码。他有没有当着你的面接过那些电话，或者是当着你面看一些短信？很少。所以你认为这是神秘，所以你进一步的推断这当中有诡异。对。那些电话是谁来的？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手机是没有设密码的，因为他一是很出老是随便翻我的手机啊什么，我就是觉得特别讨厌我，然后我就设了密码，而且我也没有什么神秘。那你何必到外面去接呢？当着他的面光明正大的说呗。以前的那个人是给我来过一些电话，也发我一些短信，可是你不说他失联了吗？可是他是一个有家室有孩子的人，他说他不能给我承诺什么。他让你怀上孩子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他是一个有家室的人、有孩子的人吗？那个时候不知道。好，什么时候知道的？是在我怀孕之后我才知道。是他主动告诉你的呢，还是你追问之下他？我追问之下他才告诉我。你怎么追问的？我就是提出要和他结婚，包括以后的一些事情，他被迫才跟我说的。那你希望他对这孩子负怎么样的责呢？他不承认，他说那个孩子不是他的，他说你不知道你是跟谁的孩子，我当时就特别的生气。他不承认这事就完了吗？我就是想把孩子生下来。你跟他赌气是吧？现在孩子呢？在我6个月的时候没有了，打掉了。6个月他应该是叫引产吧？对。而且如果说早产的话，6个月的孩子在医疗条件足够的情况是可以生存下来的。我是很爱这个孩子的，因为不管怎么说，那个孩子是我的。但是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说那个孩子不正常，就是说生下来的时候也是畸形，就把他打掉了。那个男人都不要了，还不负责，把你抛弃了，这样的配男人吗？你为什么不想想你自己呢？你说你作为一个男人，你有上进心吗？口口声声说要照顾我，很在乎我，可是他作为一个男人，去年1年到头1整年了，他就拿了1000块钱给我，就连去年过年回家的时候买火车票的钱都是我自己出的，而且给家里买东西什么，所有的钱都是我来拿。你有工作吗，强子？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建筑工地。具体是做什么？可以说吗？搬砖那种，出灰小锅那种。可能大概收入不会很高啊，但是你说1年都在往家里头弄个1000块钱，超越你的想象了是吧？你觉得这是表明什么呢？他说结婚都花了，然后还还钱什么的。他要风风光光的出嫁，而我家又是农村，光给他家彩礼就8万8，我和我家把老本都拿出来了，还觉着不够，又和从亲戚朋友那里借了4万块钱，一共花了12万多，将近13万块钱，这些不都得我要还的？12多万都是由你一方出资的吗？我们家也回礼了，我们家回礼回了1万。
结婚的时候本来就是让男方花钱啊，他还账的话，我微薄的工资的收入，我也不能还得了什么。好，听了你们的故事，相信我们的嘉宾一定会帮到你们。接下来进入解压面对面。强子，有2个问题你必须告诉我，你们2个人的感情的变化，是不是孩子引产以后就开始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是从结婚以后，也就是说，在6个月的怀孕期之内，你们已经感情就出现变化了。对。还有你刚才讲，你查看过、偷看过他的那个手机短信，请你告诉我们短信的内容是征婚信息，还有和其他陌生人是暧昧的话还是什么东西？就暧昧的话。暧昧到怎么个程度？就亲亲抱抱那种。你在偷看的短信当中有没有那个神秘的前男友给他的短信？有。你看到了？看到了。什么内容？他说，过一段时间生活安稳了，事件处理好了，我就把你和孩子接走，给你2个幸福的家。你回了吗？自从他离开我以后，我就特别伤心，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跟他联系过了。燕子，我可以说你撒谎。从语言逻辑和心理常态来说，这是有前奏的，一定是2个人有过短信的交流以后，才会有这样的结果。我们是打过1、2次电话。其实，强子能够当年接受燕子和他肚子里的孩子，他是真心喜欢他的。燕子，我武断一点说，当时因为怀上了孩子，那个男人又不承认，他赌气，生下来我们做鉴定。他把强子当成了一个避难所，现在困境解除了，孩子由于种种原因引产了，也就肆无忌惮了，所以他会到征婚网站上去择偶，而且和前男友也藕断丝连。从你的举动当中，分明告诉我，这个男人在你心中是没有一丝地位。你只不过把他当成了感情的一只备胎。当孩子没了以后，对于燕子来讲，你是不是觉得特别轻松？因为本身这个男人就不是你心目当中中意的结婚对象。我没有考虑过那些，我只是觉得孩子没有了，我心里是会少一些负担。我后来想开了，我觉得就算让他承认那孩子是他的，又有什么用呢？而且孩子生下来以后没有父亲。燕子心目当中可以结婚或者可以恋爱的对象，根本不是强子这种类型的。为什么燕子会去找强子？是因为他想要报复，不管报复成什么样子，至少他想先给自己和孩子一个名分，然后以此再去报复别人。所以我觉得强子，于老师说你是备胎，我觉得真的你连备胎都算不上，你只能算一跳板。如果你答应了、承诺了，愿意跟这样一个女人结婚的话，你势必就要承担起很多男人承担不了的东西。一个不是你自己的孩子，一个不知道底细的女人，还有一个不知道结果的婚姻。我们原来有一句话叫做"人在做，天在看"，没错。今天这事儿可以改一下，叫"人在做，孩子在看"，一切都是因为孩子而起。恰恰是因为有了孩子，燕子发现对方是个骗子；恰恰是因为有了孩子，燕子才接受了强子。最后还是因为孩子的离去，燕子又要离开强子。是孩子是整个事件的见证者，见证了骗子的可耻，见证了燕子的自私，见证了强子的虚伪。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说人最愚蠢的就是拥有了自己不该拥有的，人最可耻的就是利用了爱自己的人。强子就是这样，你就拥有了你自己本不该拥有。天上掉馅饼，买1送1，原来不爱自己的女生突然打电话给自己，也不问问为什么。为什么她会突然峰回路转，会接受我，还愿意跟我迅速成婚？为什么不问？这么大一馅饼就接着，你也不看看你接得住接不住，还一接就接2个，也不问问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来承担一个家，承担一个孩子的父亲，能不能做好一个继父。你根本就没想，为什么？因为其实你内心虚伪，
你想把这事先搞定了再说。其实你内心一直排斥孩子，你表面上装作我是接受孩子的，但是你想把这个婚结了再说，先占为己有再说。你以为事情可以按你的如意算盘来做，你没那样的能力。所以我说你又可悲又虚伪。而至于燕子，从头到尾都是自私。你不光利用了强子，你还利用了孩子。孩子和强子不过是你生命当中的棋子。你刚才不知道撒了多少次谎。你说你曾经对强子有过一份感情是吧？有吗？有感情没有？没有。有感激没有？有感激。我认为你连感激都没有。为什么？如果你有感激，你怀着一个别人的孩子打电话跟一个强子，而且两个人之间没有太多情感的一个男人说，你愿不愿意接受我和孩子？这个男人不管他是不是虚伪的状态还是真诚的状态，至少他说我愿意接受，我还愿意跟你大张旗鼓的办婚礼。如果你有感激，你为什么还会要12万的彩礼？你明明知道他的家庭情况，如果你是怀着感恩的心，你为什么还要掏进别人家里的最后一分钱给你结这个婚？所以我觉得你连感激都没有。一个真正感激的女人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很显然，孩子后面被证明是个畸形，如果他是个完整的胎儿，你又会奔谁而去呢？你们母子二人，这不用回答了，大家猜都猜得到。否则的话，你不会有那样的联系。如果你真的有一份感激，哪怕不爱强子，你跟他生活在一起，至少你可以选择一心一意。断了和那个人所有的来往，电话号码全都断了，我就跟这个能够包容我的男人好好过。你没有这样，你不是跟那个男人联系，就是在婚恋网站上跟别人联系。所以说你彻头彻尾是一个自私的女人，你从来就没有过感情和所谓的感激，自己的孩子都当做一枚棋子。所以说最可怜的是那个孩子，他看到了所有的一切，但是他来了又走。燕子，我先确定第一点，你肯定不会继续跟强子在一起，在这个婚姻当中了吧？那第二个，彩礼还还是不还？我以后会慢慢还给他，因为他先包容了我，接受了我，我对他是有感激之情的。我是想好好和他过日子，但是后来在一起生活，我发现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他，我没有办法，有些事情是勉强不了的，我没有办法勉强。你不用还，你想怎么样？我付出那么多，就是为了和你在一起。我倒不觉得强子有什么虚伪的，我觉得他太傻了，他在爱情面前真的冲昏了头脑。我愿意。真是人生自有情痴。他跟燕子追了2个月，没一点互动，燕子没有一点回馈，就那一个电话，他们俩就结了婚了。我不知道你爱他什么，你对他甚至都不了解，所以我根本不相信你对他是有感情的。其实你从某种条件下来说，你也只是想获取。如果你要是真诚的爱他，你当时完全可以说，我可以以一个朋友的方式帮助你，但我不能接受你这段感情，那才叫真正的真诚的帮助和接纳。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登上大声台，心里话大实说。来，请燕子去密室当中，强子起登上大声台，大声说出来。让我牵住你的手，不再放开，让我陪你走下去，哭了相伴，感谢你让我领悟，让我大声说出来。燕子，我希望你能回心转意，多想想我对你的好。其实你骂我二货或山炮傻帽的，一天听不到你的骂声，我就难受。虽然说给你跪过搓衣板，我还是愿意和你在一起。请回到我身边吧。强子，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你很善良，你曾经接受了我，包容了我，我非常感谢你。我是想和你好好在一起生活，但是
人生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勉强的。我曾经努力想要去爱上你，想要和你在一起好好过，但是对不起，真的很抱歉，我发现我真的没有办法爱上你。我祝你幸福，对不起。来，生气选择中。请选择。Once in a while I dream. Once in a while I think of you. I reminisce. 强子，你别傻了，人家根本就没拿你当一回事儿。你是一个好人，你会遇到一个好姑娘的。别在他这儿浪费任何1分钟时间和金钱了。现在像你这样懂爱的男人已经不多了，会有人珍惜你的。其实跟强子说什么都没用，他还蒙着呢，所以我只能对那一类女生说，无论你有多痛苦，千万不要害这样的男生，他挺可怜的。虽然我也并不觉得他很好很懂爱，他也是有他的小心思的，但多多少少他还是很朴实的，他惹不起。好吧，再见。走的那晴天，是不是我？下面的这位倾诉人，听听看他的压力又是什么？短片压力倾诉。当时是我不好，脾气比较大，然后说话语气也太重了。他妹妹从上海过来，整个把我们生活全都打乱。他妹妹做什么都对，我做什么都不，这明摆着就欺负我嘛，日子没法过了。我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去排挤他，这次不知道为什么2个人吵架就怪到了我身上，我也觉得委屈。现在回到家里看不到他，一个人经常想起来我们当时开心的日子。回来吧，薇薇，定好9月份结婚的，搬回来一起住吧，我们结婚吧。青春刘凯希望未婚妻那一块好好的修复一下这个感情，到底出了什么状况呢？我们把2位倾诉人请上场，欢迎他们2位上场。他说日子都没法过了啊，真有这么严重吗？我们俩已经有2年了吧，近期正准备筹办婚礼了。然后呢，我妹妹从上海过来看我，发生一些小事情吧，闹得挺不愉快的，然后她就搬回娘家了，怎么劝也不回来。但咱俩这是怎么是小事呢？我觉得你妹妹已经严重影响到咱俩感情了，我觉得你让你妹回上海现在是应该的。刚从上海回来嘛，你不能说她让走就走啊。那她来就来呗，我说什么做什么她都不喜欢我，处处针对我，她就是讨厌我，不喜欢我，看不起我。那你们全家都看不起我，那在一起还有什么意思呀？没有，他不小嘛，让着点他。他小，他比我大3岁好吗？就他来，我给订酒店，然后说什么这个酒店环境太差也不喜欢，各种理由就是不住，他自己订了个酒店，然后跟我订了块酒店是一样的。我觉得他就是对我有成见，就是看不起我。跟凯子哥诉苦啊，他不听啊，他就向他妹说话，他就这样。没有，我不说了，我跟他说，因为2个人之间嘛，磨合会好。可是你老护着妹妹说呀。他们俩一块儿欺负我。就他妹妹私底下就问我，哎，你们俩怎么认识的？怎么在一起的？是不是你追的我哥呀？然后现在结婚又这么早，是不是你逼着我哥跟你结婚啊？你是不是逼婚啊？这什么意思呀？这不就瞧不起我吗？是我嫁不出去了，上赶着你是吗？啊，不是，他这不是想跟你聊聊天，那个沟通一下吗？没有别的意思，你想太多了。你怎么老向着他说话呀？他当你面嫌弃我这做不好这不好，你就不像我说话，总是说他对，你妹什么都对。这夹在中间不好受哈。那我想问一下琳琳，她干嘛来你们这儿来玩呢？他从小就是从天津跟我一起长起来的嘛，因为他父母就工作搬到了上海，然后他一起就一块去了上海，走了现在得有3年了吧，然后正好顺便就过来看看我。我一直跟他提嘛，我说你走了之后，我交了一个女朋友，我觉得挺好的，啊，你回来了正好过来看看吧。
可是现在小薇不要跟你过了啊，对啊，就搬回家就严重了啊。对对对，这样我们把琳琳也请上来，听听看你们这个姐妹俩到底有些什么事儿说不过去哈。来，欢迎刘琳琳。为什么老是给人家小薇这么个印象啊？看不惯人家。我的确不太喜欢他，我就觉得他根本配不上我哥。哟，我哥跟他在一块儿特别吃亏。你哥还吃亏，我还吃亏呢，行吗？你哪吃亏了呀？我就觉得这个人从头到尾就透露着3个字：小市民，没素质。说谁没素质？你才没素质呢，行吗？我当然比你有。上次我刚回来的时候，我哥哥说你嫂子一定要来接你，就告诉我说什么推了多少事情啊，心里对这位嫂子其实印象挺好的。然后见着之后大打折扣，就穿了一个超低胸的装，浓妆艳抹。我到现在就没见到过我这位嫂子卸了妆是长什么样的。是，我是穿个低胸装，夏天不穿低胸，冬天穿是吗？现在满大街不都这么穿吗？满大街我也没见几个女孩子像你一样。你出去过几次？那也比你多。再说你看你浑身这样，包括说话，像一个好人家女孩的样儿。哎呀，行了，妹妹，你不怕这么说人家难受吗？都，他就是不管我的感受，可不是这样。嗯，大概是因为我哥之前把他形容的太美化了。你哥怎么形容他的呀？就形容的这个人特别的完美，个性好，温柔大方，十项全能。2个人感情已经不分你我，没了他我哥得死的这种。我就带着特别好的憧憬回来看了之后，就觉得啊，爱情真是能让人冲昏头脑。你有些事私下跟哥哥说嘛，你当着人家面这个是不是有点让人挂不住我们这么着？你说我把他当自己人，我是不是从小就这么说话，哥？啊，对对对。外人我从来不没事跑过去，哎，小姐，我觉得你这点特别不好，特别不好，你干嘛穿低胸装？我说得着吗我？那我就这样人，他也知道我一直就这样。还我也说话心直口快。上次订酒店，你什么意思你？哥哥家住河西区，你给我订个和平区的酒店。那和平区是闹市区，天天晚上就睡不好觉。问题是和平的环境好啊，而且你哥白天上班也没时间管你，那楼下吃的也多呀。我说为你着想还有错了。我来这趟为什么？为看看家里人，为了看看哥哥。你订那么远的，你就是有心急，为了不让我们兄妹俩见面。怎么我自己就找着了他们家对面的酒店呢？他这人特别过分。去大宜家玩，推门进去之后，那个屋子，我的天哪，全都是烟，吞云吐雾的。他的一帮朋友在那打牌，就吵得特别大声。那一看，哦，左青龙右白虎，光着膀子，那像什么好人啊？一看就是社会人。你的朋友都是这种人是吗？什么叫社会上的人？那都有同事好吗？对对对，那就是同事。同事都是这样的，那我真不敢想象，您所在的这个单位是个什么单位？那人家也帮我不少了呀。我这样说别人你合适吗？我没有这么说，那我这样这些都是别人你看见的，我无所谓。我的朋友没有这样的人。小薇啊，你在什么单位工作呀？我是一个广告设计公司。请到家里都是同事是吧？对。他们在抽烟啊、打牌啊什么的，是吧？你抽烟了吗？我抽。提起这个事儿，我就更来气。我哥一直就不抽烟，您知道这个不抽烟的人闻到2手烟之后，对身体伤害是更大的。你想过他的身体健康吗？你就站在你的角度。是你哥不抽烟，但是你哥知道我抽烟，打我跟他在一起，他就知道我抽烟，所以他一直就包容你这些东西，包括这。对呀，那是我们俩的事儿啊。你不能这么说，按血缘、按时间，我们2个人的关系都比你要早。咱俩是不是从小长起来的？你还向着他是吗？这时候。您不知道，我这个人小的时候特别矮，就总有好多小男孩揪一把辫子、伸腿，就故意绊我，都是哥哥帮我出的头，所以我就觉得他跟我说，肯定也是希望我参谋一下嘛。我只是把我的感觉告诉了哥哥而已。对面的这位准嫂子就闹离家出走。那现在怎么办呢？你看人家都离家出走了，你就帮我劝劝，让回来呗。你看他那个牙尖嘴利的样子，像受欺负的吗？我还没受欺负，你一直在挤兑我，我做什么都不对了，对吗？你就看不好我不就完了吗？你都做什么了？就上次我也做饭，他说我不好吃，是因为我不会做呀。当着好多人面就说，哎，你怎么笨呢？我怎么挂得住脸啊？就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人家笨。这事我心里这样一直难受。您不知道这具体情况。我呀爱吃这个宫保鸡丁，
但是上海没有纯正的。嫂子呀做了一桌子菜呀，看着是真拿得出手。然后就吃那宫保鸡丁，满怀希望的时候，您知道我感觉呀，他买的准是走私盐，那个盐放的多的那种程度啊！我当时吃完之后，我的舌尖都是木的。那么一桌子菜，就我最喜欢的那道，咸的吃不下去。不光是我说咸，啊哥，那天我记得那道菜你也没动几口吧？没有，我吃挺多的。我真没看出来。你在面子上忍着点嘛。忍不住啊，太咸了。他说我没素质，他家要有素质。哥哥，你看怎么办啊？一个是妹妹，一个是未婚妻。哎，你帮哥劝劝他吧。哥呀，我不是没帮你劝，我这个人要就是不会洗衣服，不会做饭，他年纪小没关系，那他品行也不好啊。哎，我怎么品行不好？你说呀。我一直是想说，我怕哥哥难过。记得咱上次去看电影啊，中间呀，哥哥去卫生间还是去点菜，具体我给忘了。然后当时嫂子就说：“你那个粉饼借我用一下，我这个妆有点花，我应该去补一下。”然后借完去了，回来了，这东西就没给我。您说这叫品行没有问题是吗？是啊，我那天找你借了粉饼，我用完了顺手放包里了，因为我平时用完东西顺手都放包里，我习惯了。我第二天给你了，对吗？然后我还看你发什么朋友圈，说什么啊，有人找我借粉饼不还，人品问题有问题，道德有问题，太夸张了吧？你不清楚问题，我是不是没还你啊？怎么着？我夸张？不是，琳琳，可能你有所不知啊。比如男人抽烟呢，最容易丢的东西是啥？打火机，顺手一抓，点完了烟揣自己兜里了，然后打火机就成他的了。所以我觉得这样来下一些结论，会不会啊？第一，武断了一些；第二，伤感情了一点。这个事情不是一件两件得来的啊。化妆品这个事儿就算带过了。哥，你劝劝人家。啊，就是别说了。你单劝我没有用，现在不单是我是代表刘家家族。对。我们家的人和我都不欢迎你进我们刘家的门。那你要这么说，这婚我还不结了，你让我嫁还不嫁了？你没人刘凯，你给我听清楚了，现在这婚我不结了。他回不回上海，这婚我不结了。别生气。您看他那么直人，他能像有素质的人吗？你有素质，人家说你有素质。反正我手一直没抬上来。刘凯，赶紧奔这边去一下啊！他就一直这样说话，总是向着他卖，我这算什么呀？没有，你别。哥，哎，这难，别，这太难了啊！别生气了，我们也不懂事。你总是向着他。没有。别生气啊！咱这骄纵是不是也你们家一块儿去呗，那就。哎呦，来，刘凯，过来，我知道你难啊。你刚才一直护着哥哥说，那你心目当中认为你哥哥应该找什么样的嫂子？那得典型的是一个大家闺秀，就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还有呢？然后个性要好，事业上如果我哥遇到了不顺利，会给予我哥哥心理上的安慰。好。然后在家操持家务，洗衣服、带孩子，孝敬父母。哎，这个不错。我跟您说的这些都是我能做得到的，我能做得到的我才会说出来。那你就嫁给你表哥呗。这个我分得很清楚，感情这个是不一样的。我对我表哥是血缘的关系。您觉得这两个人吵架完全就因为一个表妹吗？就能吵得这么热火朝天？如果你不是他表妹，也许我还吵得不这么凶。那我真谢谢你给我这些面子。你是不是心中有一个你认为的特适合哥哥的一个人选？那人英国留学回来，人家庭背景又好。你也知道啊？对，我知道。他看见我们俩吵架，他就讲肥水不流外人田了，就得把他闺蜜直接推给他了就。我真不是这个意思。首先，我哥现在这种年龄，找什么样的找不到。我也没有一开始就像你说的破坏你们感情，我不是这个目的来的。我就说要把我这个闺蜜介绍给我哥哥，是一点点后来的事儿。就像为什么我们几个有时候说话，你一过来就不说了，说一件什么事你就过来插一脚，插一脚之后回去就没完没了。我首先是为了跟你们搞好关系，结果呢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我好像已经主动一下了，我这一过来他们就说话的时候就不说了，那你们好去吧就。别，我没想跟别人好啊。而且就是你过来的时候，我们确实也是刚说完，这么巧，每次都刚说完，每次都那么巧，然后你每次都不信。或者咱们尝试着能够接受一下这个嫂子。尝试过，现在他是盼着我走，但您说凭什么大老远回来一趟，他盼着我走我就得走？其实他本身说只是玩来10来天就走，
但是这一待已经1个多月了，还没走了。那不是我想住，是大姨给我打电话说琳琳啊，好长时间没回来了。你哥自从有了事业搬出去之后，大姨就一直自己一个人，你就过来。当时还不知道我有个朋友。你没工作吗？我有。对呀，为什么不回单位工作去？我有年假。那你那闺蜜呢？她是硕士刚毕业，从外国回来，所以她是家庭正在给她弄完这些东西。我一直没有说我这个闺蜜条件有多好，一直是她一直在比较，我没有。你总是拿我跟你闺蜜比，确实是你拿的。不是我比，哎，你看人家什么都会，你怎么什么都不会？就这样，当着我面我肯定受不了。那你是真不会呀？哎呀，妹别说了。还有哥，我对你意见也挺大的。大姨，你知道上次跟我说什么吗？为什么发烧39度，2个人没有1个人送她去医院？谁？哥哥的妈妈发烧39度，50多岁的老人，没有人送去医院，最后拖了10多天。干嘛去了？那天晚上？2个人出去玩去了呗。不是那天啊，就是我们俩确实在外头了。然后呢，就是开车回去的时候，我妈妈给我打电话说发烧了啊。我一想，那就赶紧去医院吧。微微就跟我说，你明天还有会，明天得起早。我说要不行啊，就买点药先回去看看。回去完之后，跟我母亲吃完了之后呢，得有1个多小时到2个小时吧。烧也退了，我一看我微微，那不行，咱就走吧，没嘛事儿了。我们就回去了，没送医院，吃了药，一直没送医院，然后还告诉我1、2个小时就退了。那说实话，你去医院要是输1、2个小时的液，没准直接就好了。咳嗽转发后来到了炎症，大姨就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特别委屈，只在那抹泪，您知道吗？有这么严重啊？他不能怪儿子没有心，但是他就觉得平时对薇薇也挺好的，怎么就到这个时候就不说带着去医院呢？阿姨退烧了还想怎么着啊？怎么着？要是放你家人身上，你会那么毫不在意吗？我哥每个月的工资少说也有1、2万吧，全放在你那，就是为了什么？你照顾照顾家里，你也好，不洗衣服，不做饭。我家庭条件虽然也不怎么样，但是也是从小娇生惯养啊，我什么都不会做，家里是宠的。他要是知道大姨病了你不闻不问，我相信他也不会对你是现在这种态度。大姨是这件事很委屈，一直没有说，你知道吗？他问了。大姨身体本来就不好，你很清楚。我觉得老争执下去也不太合适，我们减压面对面。我们听听看4位嘉宾的高见。琳琳表妹，你说话很柔，但句句就像戳人心一样的狠。鞋合不合脚，你表哥自己最清楚，何况情人眼里出西施，你砸什么场子呢？而且我感觉你的定位错了，你定位成了你表哥的妈了。你刚才讲了，你和你表哥大家从小一起长大，你心中是不是很喜欢你的表？谈不上喜欢，那是一种心情自然而然的仰慕，就跟您如果有表妹，您也会护着她是一样的。我不会介入到这么深，我可以说，这个表妹对这一个表哥呢，绝对是从小就很喜欢的，所以她对表哥未来的媳妇先入为主的不喜欢。今天微微是这样，明天来个楠楠也是这样，后天来个东东同样是这样。没有啊，表哥大学时候的那个女朋友我就很喜欢。你不要大学中专学历不代表什么。那如果您只站在他的角度的话，那我就没有话说了。当然我不是站在谁的角度，你刚才再三讲，人是需要有素质的，素质是写在脸上的，大家互相自己反思一下。微微，我想问一下，你手上的那个疤，从我的角度都能看得到，请问是什么烫的？烟。为什么要烫？因为小时候就是爸妈有次吵架要闹离婚，然后我特别难受，就不希望他们离婚。我觉得如果我不做出来点什么，他们绝对还会在这儿闹。大概几岁啊？7、8岁的时候那阵儿，那是拿我爸爸的烟，还是因为当时我爸抽烟，我直接抢过来的。当时烫下去以后，他们俩就没吵架了吗？反正当时就不吵了，也不闹了，我光顾着我了就。后来呢？后来就好了，现在也挺好的呢。如果在你的心目当中，你最想找的一个结婚对象，那个男人他应该是什么样的？就是他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但是他要呵护一下我，什么事儿的时候要站在我角度能想一下。那你觉得刘凯是这样的人吗？他总是墙头草两边倒，而且大多数都替他妹说话呀。在他妹妹回来之前，他会像墙头草一样一边听你的，一边听他妈妈的吗？当他妈的面他就不会这样，对关系都处得还不错，反正。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就开始筹备婚礼了嘛。你妈妈也同意吗？对啊。但是你妹妹刚才亲口说她是代表整个刘氏家族来攻击她的呀，那你在撒谎是吗？绝对没有，不信您可以问问大姨，只是你一直没问我。哎，那他们为什么要筹办婚礼呢？这家人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个我不懂，但是大姨夫告诉我，儿子的这个心意他不想太参与和干涉，因为儿子成年了。但是大姨说，自从上次发烧，他就不确定这个女人以后有能力去照顾两边的老人和以后的孩子。我觉得他爸爸的态度很好，人家儿子自己的事儿，他是成年人了，这事儿应该由他来决定，而不是你，对吗？绝对不是我，这个事儿。对呀，所以说您就不要再做资深高端黑了好吗？您让您哥哥自己选择他的幸福吧。你在这儿把他说的这么不堪，我觉得那种毒舌的程度，我坐这儿我都听不下去了。我要是他，我现在肺早炸了，你知道吗？我真想象不出一个穿得这么漂亮、端庄儒雅的女孩，能从嘴里说出那么多人身攻击的语言，我当时都听懵了，你知道吗？我这么跟您说，我这样也是跟我从小的家庭有关系，就是都不赖您，主要是你家里没教好，您家长的问题是吗？是他们素质差，是这意思吗？的确，我爸离开的我很早，我没有自残过。我从小是我爸给我钱，让我自己爱怎么过怎么过，我没有办法拿烟头烫自己，因为我知道那样我妈会心疼我。你总知道对长辈或者平辈当中，你哥哥嫂子是应该有尊敬的吧？这个您大学本科这么高的学历，这么高的素质，您这个应该知道对吗？我是对人不对事儿，就是对他有成见，所以你就对这个人不好。你不论他事情的是非，是这意思吗？我呀，并没有觉得我有什么成见。你刚才说了他多少难听的话，或者当着很多人的面说你怎么这么笨呢？这菜做的这么难吃啊！这种话是你一个有素质的人应该说的吗？是因为他攻击我的那些话我说不出来而已，我没有办法拿手指指。但至少今天我觉得没有听到他说你什么，而你说他的话我们全听到了。而且他没有必要攻击你什么，人家俩日子过得好好的，你一来人家俩现在都基本上婚礼都快不办了，你不觉得这事出有因吗？我没有觉得完全是因为我，就是完全因为你，而你还不自知，这都是大学本科这么高的文化应该具备的吗？他还能站在这，真的内心挺强大了，而且对你哥哥得是有感情。如果是我现在早都走了，我早就离开这个家庭，这家庭这么不欢迎我，一个妹妹对我都这样，这家我还要不要进呢？其实我特别感谢你的这个妹妹的出现。小薇说过一句话，我们从来没有吵过架，从来没有任何矛盾，刚好她的出现在你们从来没有吵过架想要结婚的这个当前出来这个问题的，你们两个丝毫没有一点应对方法，那以后你们怎么真的能够生活在一起？所以你要确定好，你要选择这个男人他应该是什么样的，当出现这样一个危机的时候，你们两个应该怎么做？那这件事确实让我特别失望，就我每次有时候跟他妹妹吵完架，我就拉他说你没有欺负我，可是他每次哎呀他小，他什么都对，让我特别不平衡。今天你们没有遇到婆媳关系，你们就遇到只是一个姊妹关系，你们就已经搞得这个男人焦头烂额了，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应对你们女人的告状。因为对于女人来讲，女人可能在告状的时候不是在告状，可能只是在诉苦，但是对于男人来讲，男人想的是我应该怎么解决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他想不到解决问题方法的时候，他只能告诉你一句哎呀你让让他吧，没关系。所以你越离开越给玲玲有契机可乘。我本身我要跟他妹妹要主动相处一下，反正以后也是一家人，我有时候就是刻意的就跟他说话什么的，他总是不冷不热就不理我，把头一扭这样，我觉得我真的现在有点是热脸贴冷屁股了。当你想要赢得一个家里边原本就不喜欢你这种类型女孩的人的喜爱的时候，你本来就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精力，或者你付出了再多的精力，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得到他的欢心。所以你先要考虑清楚，你首先应该赢得谁的心。如果你没有赢得你未来老公和你婆婆包括你公公的心的话，可能真的你要做媳妇儿就会有一些失败。你把那么多的精力拿去跟他两个耗，不值得。我觉得家人应该给他们一些帮助和呵护，而不是兜头一盆冷水。你知道他是你哥哥最爱的人，你把他赶走了，你哥哥会恨你一辈子，你明白吗？而且你哥哥会为此而痛苦一辈子，你明白吗？你就愿意让他们痛苦是吗？你这样特爽特开心，你觉得自己在这家里特别成功，特别骄傲，你是大学本科高素质，
把一中专的一弱势群体的女生，一个命运可怜的女子从你们家清出去了，你觉得你特别成功是吗？这个是你觉得你特别骄傲？你我觉得你现在一脸胜利的微笑，你把她欺负的熊到家了，我觉得你今天好像特别爽，真的。姑娘，我看你长得挺好，我看你心眼也不坏，您做一件善事儿行吗？我来这就是已经做善了。我们要切记一点，我们是来调解矛盾，不是加入战火。妹妹气质不错，长得也挺漂亮，是我比较喜欢的类型。但是妹妹口才太厉害，我估计我说不过她。而这个嫂子呢，虽然说外表有些妖艳，但是好像挺简单，这种性格也是我喜欢的类型。但今天很显然嫂子口才是不如妹妹的，但要是换了志玲就不一样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都没错，一边是阴亲，一边是血亲。从感情的基础上来说，很显然血浓于水的亲情会更稳固，但是从将来的考虑和走得更远的角度上来说，很显然阴亲会比血亲要走得更远，因为陪他过一辈子是他。你刚才所说的一切，我认为都是在为你表哥，这都没错。而你呢，你或许在他的嘴巴当中有些问题确实是存在的，不会干活，不会关心人，或者打扮的比较暴露等等，但是其实他也有好的一面，你没看见，所以你们都没错，而是方式方法用错。调解家庭矛盾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表哥，我来告诉你，第一就是每个人做好自己的角色，虽然都是自己爱和爱自己的人，但一定是内外有别的。当你和你的女朋友或者你的未婚妻在一起的时候，你的表妹就是个外人，她才是女主人。这就好比将来你的表妹要是结了婚，她跟她的未婚夫或者丈夫在一起，你也是个外人。所以有的时候将心比心，虽然坦诚的来说，就即便你刚才所说的这个嫂子有这么多的不是，确实是真实的，但是要尊重自己哥哥的选择。你把自己的嫂子说的那么不堪，其实间接的也就是说你表哥的眼光太差。而任何一个人最不爽的就是我选的爱人，即便是我妈来挑刺儿，我内心都会有点不高兴，因为这是我选的，不管他有多差，我来说是可以的。所以你可以把问题间接的提供给表哥，让表哥去做。说句实在话，他们俩闹到今天的这个地步，完全是你的原因。你以为这边哄哄那边哄哄就好了吗？马马虎虎，拖泥带水。你们每个人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多好。我刚才其实想到一句话，这句话说出来肯定表妹又会有不高兴，说皇上不急太监急，他妈都没那么急，你那么急干什么？表哥找什么样的女人最幸福，他自己心里清楚，即便他选错了，将来的错误由他承受，但是你曾经关爱过表哥的这颗心，表哥心里一定记着。所以真正要促进他幸福，不是逼自己的爱人去听自己的去做抉择，那样的话，即便你表哥听了你的，他也未必幸福。小薇，你现在去到密室当中啊，来，刘凯，请到大声台，大声说出来。让我牵住你的手，不再放开，让我陪你走下去，苦乐相伴，感谢你让我领悟，让我大声说出来。微微，我们的感情不需要别人来指指点点。我希望你要跟我在一起，成一个公主，在我心里永远是我的王后。我不会让你的王冠失去你的光芒，而且不会掉落的。而且我今天戴了我的结婚戒指，嫁给我吧，微微。其实这2年走过来挺不容易的，我都知道，
不管他现在怎么做，我只是希望以后能站在我的立场上想想问题。我还是爱你。然后我们将用10秒钟的时间为刘凯升起选择柱。请选择。请选择。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你会鼻酸，你会流泪，只要你能听到我，看到我的全心全意。哎，这个时候你有啥感想啊？我这个恶人做了整全场，之前跟我表哥说过，就是关于我表嫂的问题。刚我其实一直想说，因为我怕你不出来。每个人相处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有问题，就像是我是你生活中的一个障碍，可是这个障碍永远我站在他亲情的一面，不会为难你，也不会伤害你。也许你现在心里会不舒服，但以后有另外一个人喜欢你或者喜欢他，我会是站在你这边。那也叫内外有别，那个时候你就跟他是一个战线。祝你们幸福。你会鼻酸，你会流泪，只要你能听到我，看到我的全心。